如果人类有一天能幸存下来，地球不会永远适合居住，我们将不得不收拾行李，搬到另一个星球。这听起来很容易，直到你意识到太空的浩瀚，甚至我们的太阳系有多大时，无论我们在太空中去哪里，我们都需要快速旅行，而不仅仅是以光速。今天我们开个脑洞，谈论的是关于速度的话题。一些研究人员设计了一个违反物理定律的不可能的引擎，另一组科学家说，这个曲速引擎是可能实现的。事实证明，美国宇航局真的在研究这项技术。你认为太空旅行的未来会怎样呢？看一下离我们最近的邻居，半人马座阿尔法星，距离我们 4.367 光年，所以即使我们旅行一艘速度为100光速的飞船，你仍然需要 4.367 年才能到达那里。现在我们可以使用火箭让我们自己在太空中四处游荡，但它们的最大问题是我们需要携带巨大的燃料量，所以说火箭也有其局限性，包括它们能以多快的速度推动航天器，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但是据说有一个引擎可以在不需要燃料的情况下推动航天器，并且这个引擎不产生排气，或者你只需将它插入点火，然后运行它，被称为 M-Drive 的电磁驱动器引擎，因为它声称可以做到将电能转换为推力。这个就是 M-Drive 引擎。从侧面看它实际上确实有点像火箭发动机，但是设备上没有开口。它的工作原理是在封闭的容器里不断反弹的微波，就可以将电能转换为推力。今天我们面临的有许多需要突破的问题，因为所有形式的火箭都需要遵守动量守恒定律，才能将航天器推离地球飞往太空。例如，如果你跳起来，双脚离开地面，需要用力起跳做动力，飞机推离地面飞向天空。火箭使用燃烧的废气作为动力推动，它们都需要携带燃料，产生推力转化为动能，向前推进。但 M-Drive 电磁驱动器不会推动，基本上只是一个容器，里面有微波，据说它可以自行移动。现在你明白为什么这被称为不可能的引擎了。这个驱动器如何工作的原理解释，超出了我们目前对物理学的理解，没有人真正知道它应该如何工作。可能的一个结果是，我们对物理学的理解被打破了，或者这个设备的测试会给我们一些全新的物理学电磁驱动概念。2014年 EagleWorks 团队曾发布过初步的测试结果，暗示电磁驱动器确实存在。这一消息瞬间燃爆了科学界。随后该团队不断以越来越严苛的实验条件来测试 M-Drive， 当然也包括近日报道的这些测试。所以我们在近20年后得到的是一堆实验，没有提供值得讨论的东西，也没有提供对它如何工作的原理做出任何解释。一些专家说，这种驱动器永远不会成功，所有项目都可能是浪费时间和金钱。但是我们对未来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止，我们对物理学的理解或新的尚未发现的物理学知识的渴求，让这件事发挥了作用。同时期还有其他太空引擎，人们说它们永远无法工作。我们谈论离子驱动器的时候，当它第一次被想象时，它只是在科幻小说中被认为是可能的。当人们第一次听说真正的离子驱动器时，他们却认为它永远不会产生足够的能量来移动小型航天器。但离子驱动器确实有效。2016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与位于华盛顿雷德蒙德的 Aerojet Rocketdyne 公司签订了一份价值6700万美元，建造和测试先进的超高效太阳能电力推进系统，或简称 SCP。 他们也称这个驱动器为霍尔效应推进器。通过使用离子驱动，用推进器取代化学火箭，利用磁场中捕获的电子电离氙气分子，并使其高速加速。NASA 希望在现有电力推进系统2倍推力的情况下，将效率提高100倍。事实证明，半个多世纪以来，工程师们一直在开发 SCP 技术，并且在多个航天器上都有离子推进器，包括美国宇航局的黎明探测器。它现在正在围绕矮行星系列运行，计划使用 SCP 驱动器
执行火星任务。离子驱动器的问题在于，它会将非常少量的动量转移到航天器。虽然离子驱动速度很慢，但它们是目前所有航天器推进方法中最节能的方法之一。美国宇航局还在研发的另一种方法，使航天器快速到达目的地和脉冲推进。大约在开发轰炸机和核喷气发动机的同时，人们对使用核反应堆为航天器提供动力感兴趣。这样的设计，它们可以在寒冷黑暗的太空区域生存，而无需任何阳光，而且它们也很可靠。宙斯反应堆的设计寿命为10到12年，它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将航天器推进到其他行星。但是这种推进系统也存在一些问题，只有像高浓缩铀这样的燃料才能承受核反应堆的极端高温。由于高温的存在，这并不能使它们安全的使用。这种类型的推进系统又受到了另一次打击，因为美国最近禁止使用高浓缩铀在太空中推进物体。现在俄罗斯正在计划采用另一种安全方法，发射一个核动力航天器，它将从月球出发，然后到达木星。它的太空飞船将于2030年发射，为这艘航天器提供动力的能源模块被称为宙斯 Zeus， 基本上是一个移动核电站，旨在产生足够的动力来推动重型货物通向太空。目前的技术来回火星的时间超过了3年，美国宇航局认为核动力航天器可以将这个时间缩短1年。俄罗斯迄今已将30多个反应堆送入太空，宙斯将使用千瓦级核反应堆，这样就可以从一个星球跳到另一个星球。核聚变等核技术的进步很可能会改变一切，但有人说我们还很遥远。推进剂驱动的火箭是我们目前拥有的最好的火箭。任何航天器的推进通常都需要某种推进剂。太阳帆已经开发多年，但现在技术正在进步，由太阳驱动的航天器正在迅速成为现实。2019年 SpaceX 发射了光帆，使用了700万光重的太空猎鹰帆。太空猎鹰帆由抗撕裂聚酯薄膜制成，当来自太阳的辐射压力撞击这种材料时，它会产生压力，从而推动航天器移动，因此它可以行驶多快。这取决于有多少阳光照射到帆上，以及飞船离恒星的距离。曲速驱动技术怎么样？曾经仅仅因为你听说 M-Drive 曲速驱动引擎不可能被设计和创造，现在并不意味着它不会发生。事实上，科学家最近宣布了物理扭曲驱动器。如今，该 NASA 团队对 M-Drive 的最新研究结果经过了同行评审，得以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虽然同行评审并不能保证该研究结论或观察结果就是有效的，但至少有几个第三方的科学家查验过了实验装置、结果和推导过程，并认为它们是合乎情理的，确定了许多人所说的扭曲驱动器的物理模型。这项技术曾经说是不可能的，因为它需要面对大量奇异的负面力量。我们都知道的曲速引擎是一种假想的超光速推进系统，经常出现于科幻小说的设定中。尤以在影片《星际旅行》中最为常见，一架装载着曲速引擎的宇宙飞船可以以快于光速的几个数量级的速度航行，同时又回避了时间膨胀的相对论性的问题。与其他科幻作品的超光速技术，曲速引擎技术在宇宙飞船周围创造出了一种正常时空的人工气泡。这与进入独立的区域或次元截然相反，比如出现在《星际大战》《星际之门》《战锤4万》《巴比伦5号》中的超空间。所以，以曲速速率航行的宇宙飞船，在正常时空中仍能继续与物质相互作用。这个驱动符合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通过在宇宙飞船后面的时空局部扩张来实现超光速旅行。相反，在它前面收缩，但阿库别瑞引擎需要大量的能量，可能比整个宇宙中可用的能量还要多，以便收缩和扭曲，在它周围的时空中创造一个气泡。如果你是那艘宇宙飞船里的宇航员，围绕它的气泡，你不会感觉到任何加速。美国航空航天局实际上一直在努力，在过去10年中建立了物理曲速驱动器，但还没有取得太大进展。但这让我们看到了应用物理学高级推进实验室的新研究。科学家们揭开了世界上第一个物理曲速驱动器模型，其中现有模型以我们目前对物理学的理解不存在或不可能产生的能量或奇异物质。
这个新概念使用时空的漂浮气泡，而不是时空中的漂浮船只。事实上，这个新的物理模型几乎没有任何负面影响先前模型所需的能量，并利用时空气泡可以随心所欲地自由穿行。科学家们甚至认可了这个新模型，但这只是目前的一个概念，想要实现这个概念非常的困难，可能在今天甚至1个世纪后都不会成为现实。这个令人兴奋的新模型曲速引擎旅行比我们以前认为的要近得多。你认为我们会在有生之年看到曲速引擎吗？还是你认为它会在几个世纪之后？如果您正在研究关于太空的飞行器，你会怎么做？让我们知道您开个脑洞的想法吧，请您放心在下方留言区告诉我吧。如果你今天觉得这个影片还不错，请给这部影片一个赞，并与朋友分享。但先别急着梦想去外太空的飞船旅行，因为我们还有许多有趣的影片会陆续分享，等你观赏呢。你只需要关注我们的频道，或者告诉我们您想要看的影片，就可以尽情享受。持续锁定我们，大家一起开个脑洞吧。